日本的3大妖怪之中，我们已经说了2个了，一个是日本的本土妖怪酒吞童子，另一个是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混血儿九尾狐玉藻前。那今儿咱就来聊一聊第3个妖怪大天狗。狗这种动物与人类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妖怪的神话之中，有许多的妖怪的形象是以狗的形象出现的。在《山海经》中曾经有这样的记载，传说在阴山这个地方有一种野兽，名为天狗，它长得像狸，而头部却整个的是白色的。它的叫声不是像狗一样汪汪的叫，而是像人的发音溜溜一样。《山海经》中记载，这种野兽是可以控制灾祸的。而到了后来，民间又传出天狗食日的传说，于是这时候的天狗就以大妖怪的形象出现了。关于日本天狗的传说，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是中国的商人在江户时代传到日本的，随之在日本民间流传的过程中进行了一定的扭曲和加工，从而形成了现在的大天狗。日本的大天狗身材高大，整张脸是红色的，它的脸上长着一只如同匹诺曹一样的长鼻子，身上穿的是修行僧的僧服和高尺的木屐。根据传说来看的话，大天狗的长鼻子在日本文化中是指傲慢。大天狗的由来是指那些修行的僧人因为态度傲慢，品行不端，而又有着一定的修为。这些僧人在死了之后，因为修行之中有一定的佛性，无法进入到地狱的6道轮回之中，于是滞留在人间，坠入到了天狗道。其实说的浅显一点，就是佛教徒是佛教这边的人，而地府不敢得罪佛教，而这个僧人又没有足够的修行去往极乐世界，或者说这个僧人品行不端，佛祖的极乐世界也不收这种人，这个僧人没法变成鬼，也没法成为佛，那这时这个僧人的地位就比较尴尬了。地府和极乐世界都不收这个僧人，于是这个僧人就坠入了既不属于地府又不属于极乐世界的天狗道。而死后变成大天狗的僧人也被列入了妖怪的行列，这便是大天狗的由来。可以说大天狗这种妖怪与当时日本的佛教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也许有的同学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怎么听说大天狗是日本的什么什么天皇啊？阿婆主，你是不是在这里瞎编故事呀？如果你产生了以上的疑问，那么我们就得说一说大天狗的等级了。没错，大天狗是指一个妖怪的种类，而不是像酒吞玉藻前一样是单指一只妖怪的。就像一个寺庙之中有方丈住持，也有普通的僧人和小沙弥。大天狗也分为3个种类，大天狗和天狗的地位比较高，而鸦天狗则是他们的随从。至于天皇与大天狗的传说，其中涉及到的天皇是崇德天皇。还记得我们在上个玉藻前的视频里提到的鸟羽上皇吗？他就是崇德天皇的老子。在日本的文化之中，上皇的意思与中国的太上皇是一个样的。在宫廷之中，太上皇才是真正掌握政权的人，而崇德虽贵为天皇，但其实在上皇死之前是没有实权的。其实鸟羽上皇这一大家子也挺乱的，鸟羽上皇并不喜欢崇德天皇这个儿子，但是这个时候崇德已经做了天皇，没有办法，于是鸟羽上皇又想了一条妙计。鸟羽上皇把自己与一个得宠妃子所生的孩子过继给崇德天皇当他的儿子，然后鸟羽上皇又将这个年幼的孩子立为太子，取名体仁太子，希望在崇德死了之后让这个体仁太子继位天皇。听到这里你可能有点迷糊，那么我就来帮你理一理。其实基本的操作是这个样子的，老子把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另一个儿子当儿子，希望这个儿子当孙子，然后这个孙子以太子的身份当上天皇。这简直是一波神操作啊，有木有？老铁真的很想给他刷一波666啊！而这波神操作的结果也显而易见，这个得宠的妃子就撺掇鸟羽上皇，希望把崇德天皇废掉，让自己的孩子体仁太子当上天皇。在鸟羽上皇死了之后，为了争夺天皇的皇位，发生了保元之乱。崇德天皇在这场争夺战中败落下来，被流放到赞岐这个地方，然后软禁了起来。这个崇德天皇其实也想得挺开的，在被软禁的这段期间，他精修佛法，希望死后能够荣登极乐世界。
崇德还亲自抄了5部大成经送给了当时掌权的天皇，结果被天皇认为是在诅咒他，于是又给送了回来。这下子崇德不干了，因为他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于是对当时已掌权的天皇恨之入骨。这时候的崇德向天发下了一个毒誓，而这个誓言也是日本史上所记载的最恶毒的誓言。崇德在白布上用自己的鲜血写道：愿为大魔王，扰乱天下，以5部大成经回向恶道，我愿天子无绝期。然后悲愤而死，死后怨灵化为了大天狗，然后依次将诅咒之人杀死，给平安京带来了许多的灾难。直到后来的人们重新以天皇的礼仪为崇德下葬，这才使这个诅咒停息了下来。而崇德变成的这只大天狗，估计在妖怪中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虽然是过气的天皇，但变成妖怪之后，也变成了日本3大妖怪之一。在动漫、漫画、手游之中，借鉴大天狗的形象的也非常的多。